今天讲一个发生在照相馆中的灵异事件。张帆是一位职业照相师，经营着一家照相馆，地处天津市郊区，生意平时不太好。幸好店铺的房子是亲戚家的，可以很便宜租给他，让他可以比较轻松地维持生计。尽管没有赚到大钱，但对张帆来说，这种生活也让他感到满足。毕竟他习惯了自由自在的生活，无人管束，自主管理自己的照相馆。周末的这一天，店里的生意一如既往的冷清，只有2名客人光顾。习惯了这种状况的张帆，送走客人后，便独自坐在柜台的电脑前，看着电影，打发无聊的时间。当张帆揉着疲惫的眼睛离开柜台时，外面已经完全黑了，小雨稀稀疏疏地下着。他懒洋洋地抬起头看了看墙上的挂钟，发现时针指向12点整了。他感到时间过得很快，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，随后他用遥控器按下了外面的卷闸门。想到连晚饭都没有吃，他打算煮点泡面当夜宵。正当他转身前往后面的厨房时，突然听见身后传来的声音，对他说：“你好，我们要照相，方便吗？”现在，张帆惊讶地回头看到自己身后不远处站着一对年轻人，看上去像是一对情侣。但是，张帆记得自己明明锁上了卷闸门，他不知道这一对情侣是如何进来的。尽管外面正在下小雨，但这2个人没有带任何雨具，而且他们的全身干净，没有水迹，这令人感到困惑。此时正常人不太可能来拍照，尽管感觉有些奇怪，但是张帆还是对来的客人微笑着，并请他们进入照相棚里。他问他们是想要拍单人照片还是分开拍摄。那个男人缓缓地说：“我们只拍合影。”张帆请他们挑选想要的服装，选好后打开了换衣间门，他径自去准备拍照所需的器材和相机。最终，这对情侣换好了衣服，他们选择的是一套白色的情侣装，穿起来很合适。张帆知道这对情侣站在背景墙下准备拍照，他在摆放相机并打开背景灯后，他们慢慢走向背景墙。尽管他们的服装和背景灯光都很得体，但张帆觉得照片有些奇怪。这明明是一张暖色调的照片，但放在这对情侣身上却让人有一种不祥的感觉。他们的笑容看起来也很僵硬，一点也不自然，这使整张照片的风格变得诡异起来。更让张帆感到无语的是，平时从未出过问题的相机在对着他们拍照时，居然出现了奇怪的像素，看起来有些模糊，时而又清晰。张帆已经从事照相工作接近10年了，但他从未遇到过如此棘手的情况。他的额头一直在冒汗，双手不停地调整相机的位置，最终勉强拍摄了几张还算中规中矩的照片。但是对于张帆来说，这可能是他职业生涯中最无法炫耀的作品了。你有什么问题吗？那个男人开口询问。你看起来好像很焦虑，出了什么问题吗？我不太确定该怎么表达。张帆实话实说，承认他的相机可能有问题。刚才拍照时常常出现模糊的情况，所以我拍的照片里面多少有些瑕疵，非常抱歉。身旁的女士淡淡地笑了笑，表示这么晚还拍照已经很麻烦了，今天就到这里吧。她祝福说，请尽快把照片传到电脑上并冲洗出来，我们过几天再来取。这对情侣在付完钱后离开了照相馆。与此同时，张帆已经非常疲惫了，他查看了手机上的时间，发现已经是凌晨2点，如果不赶紧睡觉，恐怕明天就起不来了。因此，他没有收拾东西，直接熄灯回到了楼上的房间睡觉。张帆第2天醒来时已经晚了，太阳很强烈，他懒洋洋地爬起来穿好衣服下楼。在路过照相棚时，他发现相机被随意地放在地上。他突然想起昨晚给一家人拍照片，但还没有传到电脑上处理，因此他拿着相机来到柜台前，用数据线连接电脑。然而
在他打开其中一张照片后，他惊讶地发现照片中只有2件空荡荡的情侣装漂浮在半空中，但看起来好像有人穿在身上。他浏览了其他照片，发现所有的照片都只有衣服，没有人。张帆忽然感到背后一阵寒意，他颤抖着站了起来，打开抽屉，发现里面放着几张冥币，这就是他昨晚客人付的款项。张帆惊讶地停了下来，开始回想昨天发生的怪异事件。那个莫名其妙出现的一对情侣身上没有任何雨水，却在雨天闯入店里，还有那拍照时莫名其妙的不和谐感觉。将这些事件串联在一起，突然间张帆意识到他们可能不是普通的人，或者根本就不是人。张帆感到非常害怕，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因为对方很快就会来拿照片。他决定寻求懂行的师傅的建议，并向师傅叙述了整个事件。师傅听完后并不惊讶，反而淡淡地笑了笑。师傅告诉张帆，这2个人并不是害人的鬼魂，而是因为完成前世的心愿而来，不会危害人类的生命，只需要把照片洗出来并在照相馆门口烧掉，他们就可以取走了，对他不会构成任何妨碍。张帆回到家后，按照师傅的指示冲洗出那些照片，并把它们全部在照相馆门口焚烧了。那一对情侣再也没有出现过，也没有发生任何奇怪的事情。本集已经播放完毕，非常感谢大家收听，也感谢大家点赞、订阅和支持。